这下是发大财了啊！你看我这两个绝世美品的音源哦，包浆都是舞台的，你看值不值10万？值不值10万？对，这是狮子大张口啊！但我很遗憾的告诉你，这俩音源这都是假材啊。这猛一看材不错，但是不能细看，假材容易掉。你看都不看，你就说是假材，这不是糊弄我了吗？没有没有，我这好歹也是养了1年半载了。1年半载的这个材很富，但是太可惜了，毕竟你这2块音源这都是好板好音源，26年的北洋龙，俗称北洋龙王，而你这个龙鳞确实是不错。另外一看，这猛一看啊，这就是普通的这个甘肃版大头，但是细看名字这个地方，你看大碗，甘肃3剑客的大名玉品曲笔名，只可惜啊，你这洗了再养，这价钱可卖亏了。可被你说着了，网上那些卖洗鼻水的呀，他告诉我洗了再养包浆能多卖钱，结果我上当了。那只能说你太幼稚了。这个洗鼻水、洗音源都是忽悠人的，养包浆1年半载，这养出来的都是假材。因为音源包浆没有几十年，甚至上半年，它根本形不成，所以说根本不存在多卖钱之说。那现在也翻不回去之前的状态了，那肯定了，结果包浆也没养出来，要赶上现在急用钱。那我现在能理解你的心情，本来是想多卖钱，但是现在又遭到这个价格的拦腰斩，还是应了那句话：麻绳专挑细处断，厄运专找苦命人。包浆没养出来，又赶上急用钱，那我只能说啊，你是太不懂行了。你说的可对啊，我这俩音源买的时候都1、2万，本来包浆都可漂亮，那是都被我洗成这样了。哎，你之所以弄成这个样子，完全怪你不懂。想靠洗鼻养财，这博高价，以小博大，这你也算是以小博大吧。主要是后续这养包浆的时间和这个行情，你左右不了。我确实是急用钱的啊，对，现在是啥也顾不得了。那是，你看看能给我什么价吧？我急着用钱。急用钱也没办法。你这前期啊做错事了，你也是成年人了，你得为你的行为负责。因为音源最忌讳的就是清洗，清洗是一方面，假材又是另一方面。因为玩音源啊，这个时间长了，讲究了就是它的一个包浆。用我们行内话来讲，假材形成的时间短，它不入骨。咱说句不好听的啊，我这手使劲一戳，这外边的包浆就掉了。而老材呢，它相比假材，就是壁面的包浆已经入骨，区别很大。2块音源比种都不错，都是难得一见的好比种。26年的北洋龙王，你看这龙鳞确实不错，哎，刺口包括它的边齿都是全身的，不洗能卖一个好价钱，你这一洗废了。另外一块曲笔名，说实话更漂亮，你看它的发丝，哎，这非常经典，这跟酒精差不多。而且曲笔的程度堪称大曲笔，2块说实话给不了你价钱，因为现在很少人玩这种假材。你说这话我也太伤心了，怎么一下子就卖不上价钱了？那你没办法。别人告诉我了，包浆养成得几年？那几年下不来，因为包浆必须入骨才有味道。几年本来它就是一个未知数，你看1年多也是几年，9年多也是几年，它概念太模糊了。尤其是你这种急用钱了，你根本等不了那么长时间。你说我说的对不对？那下次再也不洗了。那是洗鼻水花100多，一下子洗费几万块钱。那对，真不能乱听他们说了。我感觉你也没有下次了，你毕竟你这做错事了，吃一堑长一智。你主要是还是听他们说的这个好话太多了，养成包浆能多卖几万，那都是卖洗鼻水的噱头。反正以后你也不会洗了，你就当买个教训吧。反正现在情况大概就这样，哎，你回去实在不中，你再放放。那好吧，我拿回去再养20年再养20年。谢谢你啊！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。这年过来一点也不开心啊！这好好的一个圆毛，叫别人给我烧成这样。说好了值5万块钱，最后都给我100，这价钱砍的也太离谱了吧！要5万给100，这买卖做的确实不开心。来，我看看啥样的银元毛。你快点帮我看看吧。啊！他要我的原毛给我烧成这个样子，影不影我后续卖5万块钱？真是太郁闷了。你这个银元宝相当于是把翅膀烧坏一个，从烧过的地方来看发黑，这银子不成形，这烧坏都烧坏呗。你看你这话说的多轻巧，给我烧成这样来了。虽然说我啥都不懂嘛，但是我看着还别扭啊。那按理说的话，银锭烧成这个样子，肯定是有伤大雅了。银锭和银元一样，主要是讲究一个品相。
你像平时有这么高翅膀的钉子，这都是很少见的。哎，字口倒是清晰，不过话又说了，这不是给你100块钱了吗？这相对来说你也不吃亏啊。我情愿不要那100块钱，我也不想叫他给我烧成这个样子。对，你看现在值不值4万9吧？4万9，你开啥玩笑啊？你别说烧成那个样子了，他就是不烧的话，这也卖不了几万啊。你这东西哪来的？你不知道吗？这是俺爷可传下来的呀。哦，你不要小看俺爷，是一个收破烂的，但是在过去啊，可是正儿八经的地主后代。那地主后代不一定传这个东西啊。通过这个字口来看的话，你看上面写的是50两，但是我拖着你这个重量啊，这很明显不达标啊。50两在过去相当于现在的1900克，这明显很轻。这为啥要卖5万？俺朋友都给我5万了啊，因为啊他是干那首饰加工的，想买一个传给子孙后代的啊，没想到他上去都给我烧成这样的了。那烧成这样的话，只能说明他为了检验银元宝的这个含银量。说实话，你这个朋友的眼力不行啊，这用眼能看出来真假的事儿，完全没必要去动火啊。况且你这个银元宝如果是真的话，真给你烧成这个样子，你花钱买回家也太没必要了。他也是半路出家，才给别人学的手艺，也是个半板桥吧。讲好了给我5万，结果都给我100，你这太扯淡了，这不是？你们俩也是半斤对8两嘛。我来说一下为什么给你100，你不会赔钱哈。首先，在不烧的情况下，看你这个银元宝的话，这是典型的1元夹，可以说是这个材质啊，连银子都不是。你可以通过它烧的这个地方看，发黑不成形，这都不是银子。不可能，他说的这是银子，只不过是含银量比较低。你可能不太清楚，像这种银锭在过去啊，它的含银量能达到98%以上。在过去啊，这种银锭俗称雪花银，98%的雪花银啊，它越烧越白，而不像你现在的发黑不成形。是不是银子，咱就从它这个重量上见分晓。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那样，过去的50两相当于现在的1900克。我这里边也有电子秤，我给你上秤看一下。你看，这重量足足差了1小半的重量。你这评估的也不准。单凭重量上来看，根本都分不出来真假。重量其实只是它的一个方面而已。刚才我跟你说，这个银锭啊是1元夹，夹在其他地方，你包括它的这个支口，你看一下。这一看，这都是电脑题，稍微懂一点收藏的话，也一眼能看出来它的破绽。另外，银锭最主要其实就是看它这个蜂窝了。你看看你这个银锭的蜂窝，这一看，这都是后续烧出来的，和真锭的蜂窝差的不是1-2个档次。所以综合以上几点，他赔你100块钱，你并不赔钱。现实中你去买的话，这大的一个锭子，说实话也就100块钱吧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这俺爷说这是传家宝传下来的，咋可能变成几十块钱一个嘞？你这个具体哪来的？你可以结合一下那爷的这个职业，有可能他收破烂的时候，他收了别人了，可能弄巧成拙，给了你，你又准备卖给那朋友，又被那朋友不懂，所以说给你烧成这个样子，你可能忽悠我了，我不相信你这鉴定结果，我再找其他人看。你再站着，你再站着。哎呀，俺爸神神秘秘的给我送了一块银元。十几年他那个别人给他10几万都没有舍得卖。现在也给价值100万了吧？哇塞，你这个还不是一般的传扬，这个是24年的传扬。如果10年前有人出10万的话，那现在价值100万很正常。啊？如果真的值100万的话，我现在立马就卖给你。有钱了我去买一套房去。具体能值多少钱，我还真帮不了你，说不了。常见的传扬我只知道21、22、23年这3个年份，但是看你这个壁面也有流通痕迹，尤其是它这个边齿，你看都快磨平了，传世了包浆，应该在手里边留了有一段时间了。这个银元这是哪来的？就是我爸以前专门给人家搬家嘛，在一对那个10多岁那个老夫妇的那个抽屉里面拿的。神神秘秘的给我的。原来是搬家拿别人了，那爸这个职业道德不行啊，这私自拿别人抽兜里的东西，这是窃啊。确实他拿东西是有原因的。10几年他出去打工嘛，城里人的都是我们乡下人欺负，知道吧？经常遇到就是干完事情不说话的，不给钱这样的不给钱肯定也是有原因的。就打个比方，
你帮我来搬家，你趁我不注意把我的银元拿走了，我放了东西，我心里边肯定有数啊。我明知道，对吧？你拿了我的银元之后，我再给你结账，那我都变成了一个妥妥的大冤种了。哦，那你误会了。我爸说他是为了那个干完活啊，防止干完活不给钱。所以提前才拿别人这个东西。那就算你说的有理吧。你看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这个银元，你这不是整整放了10年吗？当时给恁爸结账了没？当时没有结账，当时主家说了。就是拿这块银元啊，价值是10几万，也是上百万似的，吓得我爸也不敢拿出来，是这样的。那你没拿出来，我觉得恁爸也是事出有因。你想想，人家说这个银元值10万，干活搬一次家才多少钱？你是怕别人讹恁爸，还是恁爸是见财起意了嘞？这个具体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我也说不上来。反正的话，我爸意思就是掏自己的腰包啊，给别人就是几百万的工钱，是这样的。你爸这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！如果10年前这个银元真值10万的话，你想一想，别人咋可能轻易的放抽兜里边呢？分明是恁爸搬家之后啊，别人找了一个借口，故意不付搬家费。啥意思？难道是我爸被骗了？对，你就说这块银元到底值多少钱吧？正所谓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如果这个24年船样真值10万的话，别人肯定不会给你善罢甘休的。其实像这种24年，它这个船样，我确实是第一次见。我们常见的船样都是22年和23年居多，甚至21年它就没有发行过。当时短暂流通了一段时间，因为它的这个设计有问题。所以21年你少这几万，入盒带分的上6位数的都有。22年啊，比23年嘞又少一些。市场价23年是最多最便宜的，但是到了民国24年这个年份的船样啊就没有发行。当时民国啊为了避免银子外流，直接用那个金圆券取代了银元，所以没有发行过的银元。你这毛毛天的拿出来一块，只能说明2种情况：一种是孤品，另外一种它就是假币。绝对不可能是假币，应该是孤品吧？你要不仔细给我看看？其实我已经仔细看清楚了，孤品的话应该是不可能。孤品啊，它有一个特征，就是壁面各方面应该是全深大才对。你细看一下，这字口很软，尤其是它这个边齿也很软。这说实话，这不懂的还以为是流通过来了。包括损相，还有背面的这个船帆，还有它这个，你看这里边的这个，还有这个波浪。这都太软了，唯一欣慰的就是壁面看着像银了，这外边这种传世褒奖啊，应该是养出来了。现在看的话，大概也就是100-200块钱的样子吧。啥？100-200块钱？对。你确定不是100-200万的？100-200万你就别想了。一般像这种银元啊，都是那种买不起真币的老年人，在地摊上花钱不多，200块钱买回来把玩了，反正也不值钱，丢了也不让人心疼。倒是别人啊说一块值10万，那爸还真当真了，算是白放了10年，给自己拿回去放着玩吧。你这界定我确实接受不了，算了吧。好，我不卖了。好，没事。老板，帮我看看这几十块银元是真是假？我朋友想100块钱一块给我买走，这一下估计我要发一笔小财。100一块要买走你的银元？对，这么便宜的价格你还能发财？不可能啊！来，我看都是啥样的银元。大财可能发不了啊，这发笔小财还是有的啊，因为我这里有50多块，5000多块钱嘞。哇塞，你这50多块，这都洗过了呀？你看这上面边齿上有的带的还有包浆嘞，这卖5000多块钱，这也太草率了吧？这些银元啊，都是我上个星期钓鱼钓出来的当时大概有70多块吧这就无偿送给他20块我说这壁面怎么像洗过？原来是你在水里边钓出来的。但是我看这壁面虽然说都是白壁，但是我看真假是没啥问题啊，全是常见的大小头。几十块里边我看也没有龙样，你这也不至于说无偿送给朋友20块，更不至于说100一块全部卖给他吧？反正是钓鱼钓出来的。刚开始啊，我看也不像是银的应该是谁办了恶作剧，不然不会扔河里面吧？具体哪来的银元还真说不了，但是我看你这壁面压力这都没问题啊，尤其是它这边齿，你看放到一块儿，这都是一眼开门的东西，这确定是老的。刚开始的时候以为是假的，我就送给朋友20块。他今天下午还给我打电话，说他还想再要。哎呀，给20块的还想再要，这分明是人心不足蛇吞象。
一般像这种医院啊，我们个人家里边传下来的，有的呀只有几块，一般像地主家里边的留下来的多，1-20块就了不得了。你这个朋友也太不地道了，带着你这样的羊毛使劲薅了呀。你多虑了。这一次他不是免费要，准备一块给我100块钱，要5000多块钱，全部给我买走。100块钱一个，全部给你买走，这更不地道了。他为啥要给你全部买走嘞？就因为啊，这里边有甜头，对吧？你搁酒站还得留点茬了，这全部买走，这是要把你这医院连根拔起啊！你这形容的有点过了，好歹人家还给我钱呢，100块钱一块，5000多呢。哎呀，给你100一个，这算钱吗？如果无利可图的话，他为什么要给你100一个嘞？虽说这是你钓鱼钓出来了，也不至于这样来忽悠你吧？是银子又怎么样？反正银子也便宜，好像银子才几块钱一颗呀。那银子确实是几块钱一颗。如果你这些银元当旧银子卖的话，那确实也都是100多块钱。但是看在朋友的面子上，给他100一个也不为过。对，我朋友就是这样说的。那你这关键是你这些银元状态并不差，这银元啊，我看了没有太大的伤害，基本上都不会当旧银子去处理。水坑里边出来的银元，它和我们常见的银元，除了外观上它有多少有点区别之外，唯一就是没有包浆，这并不算什么问题。相反，你这银元没包浆，壁面这不带戳，这一目了然。银元现在分类比较细致，虽然说你这壁面对吧没有贵的这个龙样，好歹你这里边大头说实话各个年份都有，小头虽说价位低，但是在银元里边对不对占比啊也是很大。除了8年和各种版不说，就按壁面无伤无说通过来看，也不至于100块钱一个。基本上大概给你看一遍之后啊，我初步给你估算一下，大概价值放在一起，这基本上都5万块钱了。不会吧？这些银元现在有那么值钱了吗？你这价钱说出来，我自己就有点不敢相信了。那你不敢相信就对了，我看你这对银元啥都不懂。2个问题给你沟通到啊，第一，银元真假大概价值就是这样的，给你5000块钱啊，直接免谈。第二，你这个朋友啊非常不地道，这是趁你是个马大哈，想一下子给你清理干净，以后啊你防着他点就行了。那不行啊！我还送给他20块嘞，好歹值2万多嘞。对，我得给他要回来去。那既然朋友一场，送给他就算了，因为你当时连真假都不知道，为了这点银元，对吧？再吵一架，真不值当嘞。这银元如果不缺钱，你就直接回去拿回去洋洋包浆，当个传家宝留着，以后随时缺钱啊，都可以随时变现。好嘞，那先谢谢老板了。没事，我等一会儿给你找盒子给你装进来。好。大年初2发大财啊！我上俺老舅家去拜年是吧？没想到俺老舅啊送我一块银元，上网一查，几百万。这几百万买不到吧？这个是奉天癸卯1两，这个是银元中的古品。那老舅咋会有这样的银元呢？我老舅自己收藏了呀。他是一个道士啊，喜欢全国各地去运用。反正他手里不缺钱。这个银元和钱啊没关系。奉天1两古品的意思就是全世界范围内只有1枚。你这个壁面带光带环彩，这基本上看不到有任何的流通痕迹。这如果对的话，这比买彩票给力。既然恁就是一个道士，怎么会舍得将这个东西送给你呢？都知道就给我这钱，对啊，这有啥舍不了的呀？他送给我一个，另外手里还有一个一模一样的。还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奉天癸卯1两，你确定看清楚了吗？看清楚了。这事儿弄的，古品奉天1两一模一样的，竟然还有一个。你没感觉到这有蹊跷吗？这有啥蹊跷嘞？我就有2块真品俺俩一人一个，不一样，照样值那么多钱吗？你可能对这个奉天癸卯1两不懂。奉天啊，在清朝的时候是属于那个东三省，属于龙兴之地。当时啊，那个地方闭关，经济并不是太好，没有造币厂。这个1两啊，当时只做出来1枚，和我们常见的1元重量不同，没法流通，所以没有发行。只做出来1枚古品，去年的拍卖会上已经拍过了。你手里边突然间又出了1枚，那老舅子这边还有1枚，这古品银元这不乱套了吗？没乱套呀。就是因为我老舅凭着人缘好啊，有钱的大老板送的呀，你也不懂。哎呀，我肯定多多少少懂一些。我这个感觉人人都有信仰，恁老舅这个职业比较吃香，但是他这个香客送给恁老舅这个，明显都耍滑头了。其他的我不管，反正卖的钱我都想好了，准备去提一辆大奔先开开。你现在的心情我也能理解，真卖几百万的话，你这钱来的也快，买辆大奔说实话也无所谓。不对呀，你刚才不是说几百万买不到吗？对呀，到底能卖多少钱？
真品的话，确实几百万买不到，因为丰田规模是孤品，像同级别的手持双龙啊，存世量可知的有2枚，所以孤品的价格更高。像去年的拍卖会上，孤品丰田一辆，那拍出来4300多万的高价，4000多万。对，对嘞，这一下有那多钱，我这几辈子可吃喝不愁了。对，我这个人也不贪。你给我3000万就行了。3000万要价确实不高，一般拍卖会上拍出来的价格4000多万，别人买到手，除去各种费用，对吧？再加上独特的这个溢价之外，这个现在人家少5000万绝对是不会卖的。而你这个品相，我看这比拍卖会上那个品相要好了很多，最起码你这个换彩在银元里边价格也是非常可观的，因为它这个包浆啊极其难形成，所以壁面你看又是未流通的状态。多多少少还带光，个人感觉真币的话，能拍到5000多万。一听你说的话，可以这样吧？这个5000万的任务，我就全委托给你了。你看看咋操作？给我的话，我个人感觉够呛。这种丰田规模一辆，这真币我也没见过。反观你这个壁面压力，这两面看着有点软，包浆啊应该是做上来了。我这应该使劲用手一戳，应该是能戳掉了。边吃欣赏一下吧，你看一下整体画一，我看也比较软。个人认为你这个应该是真银假币，大概价值也就200来块钱吧。啥意思啊？咋变成200了？对，你这变脸这比翻书还快呀！不是我这个变化快，咱们对比理解了拍卖会上的价格，顺带说一下丰田规模1辆的历史，再看看你这个银元，确实恁老舅不应该把这个银元送给你。你想想这大过年了，送给外甥一块仿品。关键是也没告诉你真实的这个价值，你一查，对吧？发财了，这又真实的估一下，这前后落差确实挺大的。我没啥落差，我感觉啊，不应该找你鉴定。你把银元还给我。你看这落差立马都出来了。俺媳妇对他弟弟太溺爱了，他手机丢了，准备全款给他买个新手机。你看我这俩东西值不值5000块钱？全款买手机，看来你这手机不便宜啊，都难为到卖银元了。来，我看一啥样的银元。说实话我都没有用过这么贵的手机，好像还是折叠的，据说下来一个快2万块钱了。2万块钱一个的手机我也没用过，但是你这俩龙样，这都不是便宜的币种啊！大清造中，张口要5000，这是几个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啊，5000-2个你还嫌贵的话，那我都没法卖了。贵倒是不贵，我看你这俩银元，这也没啥毛病啊。XF92的造中，这壁面你看多少带一点幻彩，XF45的深板龙，这品相完全没问题。5000块钱2个的话，只能说这俩银元绝对不是你的呀。不是我的，你说不是我的，我能拿到手里边吗？你也不要看我年龄小，我媳妇都24了，我还比她年长几岁的。再说了，这俩银元100%也不是假的。银元真假我看也没啥问题，这都是评级入过盒的，通过壁面我看真假没问题。那既然没问题的话，那你还嫌这嫌那的，这银元就是我的。把银元的来龙去脉问清楚没啥坏处。通过你张口要的价钱来看，你这是属于贱卖，5000块钱卖的话，你再想差不多价钱买回来，那几乎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我就多问了来几句。我这不是着急用钱吗？我想卖2万，你说你能给我2万吗？我这得按正常回头价卖，我平时一个卖3000，正好今天我急用钱，2个就5000吧。再急用钱，银元也不是这样卖的。看来你平时也不少卖银元啊，3000一个，那价钱确实不高。平时卖的，都是那种不带盒子的。今天拿我爸的，我就剩这2了。你看我刚才猜的没错吧？果然是拿恁爸的银元。兄弟啊，实话实说，这银元不是这样卖的。你再是急用钱，首先你得了解银元的真实行情。2个卖5000，恁爸要是知道了，肯定那大把子唬你。唬倒也不至于。如果我不卖这银元，我媳妇给他弟弟都买不了手机，因为这个离婚了。我爸他也干笑。哎呀，你不要动不动把离婚挂在嘴上，和这俩银元真没关系。先说你这一块大清宣餐，XF45分的深板龙，这在龙阳里边，这不是3000的币种。你像各种生龙回收3000，还说过去了，
壁面确实流通过，但是画质、龙鳞各方面非常漂亮，而且壁面还多少带一点包浆。你就按现在的行情来说吧，7000块钱完全没问题啊。7000？对。老板，您太实在了。那一个也给我按7000吧。第一次遇到你这种实在人。实在不实在人先放一边，这只能说啊，你纯粹对银元不懂，剩下的这一个，这是造币中长。你这也不是7000的币种啊！你这个你看，虽然说没给分，XF92，就这状态，这比带分的还漂亮。首先你看它这壁面带光，这种底光啊，并不是啥银元都有的。你先看它这个龙鳞吧，你先看一下。鼻子龙鳞丝毫没有磨损，而且整体质口都特别好，好就好在它这个壁面，你看多少带一点环彩，确实漂亮。就目前你这个状态而言的话，我感觉卖个17000也完全没啥问题啊。这个能给17000？对，怪的，我没有想到这个价钱那么高。看来我今天是遇到好人了，这2个都给你吧。你这俩银元，说实话，我不能要，我也不建议你卖。如果你真缺钱的话，你找恁爸多少去拿点。他手上这俩银元也不容易，你给他便宜卖了，说实话就买不回来了。另外啊，给恁小舅子买手机这个事儿，你也要根据自己的实力，不要动不动拿恁爸的银元。你拿的话，最好再经过他同意，顺便问清楚他市场价格，再做决定。给这俩银元那你不要算了，我找其他的女的，我也知道这个价钱了。好，你再看看吧。这幸福来的也太突然了。我这刚认识男朋友，他送我一个大金锭。没想到我的发财梦也实现了。你不要太激动，这个金锭如果是真的，确实不得了。看字口落款，这可是清朝雍正年间的金锭啊。对，我知道，这不是一般的黄金。我男朋友说千万不要卖，这是古董。雍正年间留下来的金砖金锭，在我们行内没见过。看你这个锭子大小的话，应该是10两的重量，中间窄，两头略宽，符合清朝的定型。10分金的意思就是含金量达到了主次。既然恁男友不让你卖，你这拿出来做甚？他是天经经万嘱咐不让我卖。但是像我们女人多少有点虚荣心。那是。我想知道大概的价钱之后，好在我闺蜜面前炫耀。炫耀我看倒不必了，即使虚荣心再强，人家经常说财不外露，财不外露还是多少有一些道理嘞。我闺蜜她也不是外人，我准备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她一个人，到时候不让她告诉别人就行了。哎呀，你这话说来轻巧啊！你不让她告诉别人，她就不告诉别人了吗？在别人面前炫富这是一件容易让人产生嫉妒的事情。闺蜜有时候也是人心隔肚皮如果真有什么好事也就算了，像你这个金锭万一被别人当笑话传的话，那坏事传千里，立马你这朋友圈就炸锅了。你说这话说的可消极了。这么大一个金锭子，在我这放着呢，我还怕别人笑话吗？比一套房子都值钱吧。哎呀，如果你真的过得好别人可能对你也就是羡慕。如果你在他们面前说大话，恐怕会引起别人的同情。你说这话啥意思？我有什么值得同情的？他们应该羡慕我们才对羡慕也好，同情也罢，恋爱中的女人有时候智商大多数存在不够用。你这刚认识的男友，他为什么要送你一个金锭呢？还是古董金锭？难道你就没有质疑过吗？我质疑什么呀？送给我金锭，这叫爱，说明我魅力够大你说话他神经兮兮的。不是我神经兮兮的，鉴于你们才认识，我给你讲一下这块金锭的真假。我洗耳恭听，你说吧。首先来说一下它这个材质不是黄金，托在手里边你看轻飘飘的，重量明显不够。这个10两咱们来用电子秤称一下，清朝的10两是37.3克。我们经常玩银元，银元是26.8克。清朝那时候元两之争的就是这几克的重量，10两应该是373克左右。你看一下，你这只有区的170多克，所以重量不够。单从这个重量上就给你否定，它就不是黄金。不可能不是黄金。如果不是黄金的话，那它怎么这么黄嘞？发黄它不一定就是黄金，有时候你看外边这个是镀金，以现在的科技调制勾兑出类似于黄金的颜色，实在是太简单了。而且大家都知道，黄金极其不易氧化。你仔细看一下它这个背面，这都呈现出很多地方都褪色了，所以材质不是黄金。那不是黄金的话，那它是不是古董嘞？既然它不是黄金，自然也不是古董。我就给你说一个字吧，
过去的字体啊和现在的字体有明显的不同。你仔细看，雍正的雍字，祥字的第一笔他就写错了。这个雍正的字体啊，在清朝那时候就相当于是错别字，所以从他这个字体断定，这个就是赝品。老板，你没有忽悠我吧？这可是我的终身大事啊！我绝对没有忽悠你。别人经常说宁毁三桌庙，不拆一桩婚。我看你们也是才认识没几天，他就送给你这么大的一块金锭，我必须得给你实话实说，让你心里边清楚啊，别稀里糊涂的因为这个赝品以后再出什么幺蛾子，对吧？好嘞，好，谢谢老板了，让你见笑了哈。不见笑。俺婆婆分家给我一块银元，有人说太亮，这是假的，也有人说一块能值20万，说的我心里没底儿了。同样的一块银元啊，如果有人有不同的看法，那你多找人看看，这是对的。来，我看啥银元？我总感觉这块银元像假的。你说过去的老银元怎么可能看上去那么亮，像新做出来似的？你这个小头啊，一眼大开门，这笔面带圆光，这看上去像新的，真假完全没问题啊。我邻居他前些天见了，因为他在金店上班，他说过去的老银元没有那么亮，说了我心里咯噔一下就。把心放到肚子了吧？这么亮，完全是银元笔面带了圆光。这种银元之所以带圆光，形成的原因就是当年银元从招币厂出来之后，一直在个人手里，由于保存的比较完好，所以才会有这种亮度。再说了，恁婆婆咋可能会送你一块假银元呢？我想着俺婆婆也不会送我个假银元啊。对，奈何我这个邻居他不是在金店上班吗？毕竟他认识金银嘛。认识金银并不一定就懂银元的真假。在金店上班，你可以去找他买首饰。毕竟这一眼大开门的东西，居然说是假的，只能说明他看不懂真假。我想着他也看不懂真假，所以在网上找了一个专家来，拍了几张照片之后，他竟然给我估价20万。报价20万，确实有点太夸张了。你这个银元最大的优点就是好在它这个状态上，以我看能够达到 MS 级别，毕竟也是属于未流通的状态嘛。加上笔面带光，价位肯定比普通的小头这要高出来很多。你说的太对了，简直和网上的专家说的如出一辙。他说等过完年要给我20万现金收购。这几天激动的我都睡不着了。别说你睡不着，你就是随便找一个人，一下子能给20万，都肯定是摔着开着也能睡不着。关键是我看你这个小头，这什么板都不带啊。一般这种孙小头你搁平时想卖上万嘞，对吧？你像普通的初柱单双日开、左右三花、四柱，就你这种光度的话，那得入皮盒，挂着高分才会有那好的市场价。裸币你想一步登天很难。关键我这一块不是普通的呀，你想想，人家专家既然说能给我20万，足以说明他们从中还能挣钱，不然不会开价那么高。你这句话说的太对了，能出20万收购你的银元，人家肯定是要挣钱的。关键是你这个连小板都不是。我给你说一下这个小头它的大板，关键是看字面这2个地方，要么这是上五星，要么是下五星，而你这里很明显是六角星。像这种六星它的存世量数以亿计，和我们常见的袁大头一样，存世量非常大。天量的存世量，自然它这个价格不会太高了。你这个小头的优点就是笔面未流通，这是一个点。另外就是带圆光，通过圆光你可以看一下，来看一下它的发丝和上五星、下五星区别巨大。所以你想想，20万肯定是没人买。以我看充其量也就1000多的市场价吧。1000多对。你这价格让我太失望了，你没估价之前，感觉你文质彬彬的，这价钱一吐口，气得我直发抖。生气完全没必要。如果你是为了以价格高低来看人的话，那我可以完全给你多报一点。如果能让你开心的话，那我重新给你估吧，30万。你别说那么多没用的了，人家网上专家说到地方直接给我20万现金，你报30万都是闹着玩的。至于能不能给你20万，你可以带着这个银元去试试。去试之前我有几句掏心窝的话给你说一下。网上类似于高价估银元的，他们的套路其实就是让你带着银元过去，让你掏各种鉴定费用，几百几千的，有的甚至上万。所以你去的话，你记住一句话，
你是去卖东西的，1分钱也别给他们，省了呀上当受骗。银元给我吧，你少在这里给我打马虎眼儿。真给我20万，给他2万块钱的好处费也无所谓了。看看吧，上当了都是你这种人。这次过年回老家摆谱摆过了，咋了？3000块钱租一辆保时捷超跑，超预算，现在只能变现家里面的老银元了。3000一天的租车费用确实很高。你看今天初7了，这几万块钱没有了。来，我看啥了银元。本来是租3天都走嘞啊，结果俺村里面年轻人多，趁着过年这几天嘞，都开着我的车去相亲见面去了，一下子拖到现在。那你拖这几天不当紧，一天3000，摆谱几天1、2万没了，这银元卖完也就是够付你的租车费用吧？不对吧？我这可都是老银元啊，这放过去都可以拿出来买房子了。你看有没有几万块钱一个的？哎呀，我看你这都是清一色的冤大头。几万一块的肯定是没有哈，你看这基本上壁面都带包浆，暂时还没有看到有带板的，而且啊，你这都是普通年份的冤大头，这种银元在过去啊，还真一块换不了房子，购买力大概也就是几百块钱吧。几百块钱是不可能的。如果银元不值钱的话，你想想，我一个工薪上班族，能为3000一天去租保时捷吗？那如果工薪上班族的话，一天3000去租保时捷，那你这胆子确实挺大嘞。一天的租金啊，就顶你1个月的工资了。你这肯定是受人蛊惑了。受人蛊惑倒是不至于。俺爷当时给我这些银元的时候，就是准备让我结婚买房成家用的。我跟你来说一下啊，咱农村人对银元的认识，但凡家里边有银元的，10个有8个都认为这是宝贝。有的甚至认为啊，可以买车买房都不在话下。关键是像这种冤大头，过去发银量好几亿枚，现在存世量也巨大。你说1万一个，谁会买嘞？在商言商，我也知道，恁这些人啊，都乱砍价。我都不知道过年之前，我都在网上咨询过好多专家了。咋说？一块儿给我5万。一块5万我还真要不了，因为网上那些专家报价都是胡扯的。一听你在网上估价了，估计咱俩还做不成生意。东西还是你的，给，你这还别着急啊！我确实是急用钱，有差不多啊，我都给你了。你给我简单的报价吧，我听听。我的报价你绝对接受不了，因为你在网上已经询过价了，几万一块的冤大头不是你这样的。你像皮盒上几万的冤大头啊，必须得上 MS65分以上。就单看你这壁面上的包浆，这入啥盒子肯定也是没分啊。冤大头总共发行过4个年份，最贵的8年，你这里边没有。即使有的话，就你这个品相也上不了万吧。因为银元都是看状态的，状态为王，状态决定了他们的价值。而你的这一看都是灌装深坑铝锈，这种银元啊，都是之前埋在地下时间长了，这造成了包浆。虽说壁面这都个个无伤无戳，但充其量只能归类到这个通货的范畴而已。实不相瞒，就你这种品相，我给你估价现在市场价1000一个吧。1000一个？对。你这也太能开价了吧？你不能看我急用钱，就使劲宰我呀？没有，你这叫落井下石。落井下石还真谈不上，因为咱俩第一没有形成买卖，你感觉这价位不合适，你可以相应的留一留。另外，我也是给你提个醒，网上专家的那个估价一个几万不可信，你千万不要信以为真。得了吧，1000一个，我也绝对不会卖。你不能看我租保时捷，你就过来毁我的银元啊！你放1000、1万个心，这银元啊原封不动的，还都给你给完璧归赵，完璧归赵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些东西我劝你一句话：摆谱成功人士啊是人之常情，但是租车啊必须在自己的这个能力范围之内，不能说你一个月挣3000，你就敢租3000一天的豪车。万一中间出点差池的话，自己再承受不起，这才是关键。希望这一次也算是给你提个醒，引以为戒吧。我这个锤子，你少忽悠我，我去找专家，我跟你说，清清肉肉卖几十万。好吧，好吧。哎，这孩子佬都不在家我把俺家租出来的6份银元，叫你拿出来看一看，瞧一瞧。大爷，你这搞得神秘兮兮的，这都是常见的大头传扬。真假没问题啊，这都是一眼开门的东西。真假肯定没问题啊，财不外露。这6份银元好歹是300万的东西啊。
孩子们老婆都不能让他们知道这事儿。孩子老婆这都是自家人啊，完全没必要保密。300万的价值，你这肯定是看电视看多了。这里边啊，除了有一块酒精，然后有一块甘肃，这剩下来，对吧？这都是常见的年份。虽然说包浆漂亮，但是也不至于一块花到50万吧？你仔细看一看啊，反正我是10度啊。人家南京的专家给我保证，保守的估计都300万嘞。保守估计300万啊！大爷有啥说啥，你这是典型的被网上的那些专家给忽悠了。我劝你啊，还是把这个事儿啊跟那孩子商量商量。我给你们商量啥？给他们商量啥？啊！要不是这是过年放假了，我就带着300万回来过个大肥年夜。那你过年幸亏是放假了，要不然你这损失多少钱还真不知道。大爷，我给你讲一下网上专家的套路哈，他们习惯性的把原本值1000块钱的东西给你放大500倍的价格，以此来吸引你的信任。当你兴致勃勃的呀，你拿着东西去找他们之后，他们100%肯定给不了你钱，然后再以各种理由给你要钱。钱在我兜里，像你说的，难道能我向我兜里掏钱不能啊？这是不可能的事儿啊！理是这么个理，但是你想卖高价，他们肯定怂恿着你啊，对吧？像你这老年人想卖300万，先掏个1800的鉴定费，再掏个几千块钱的拍卖广榜费，走个流程，这几千块钱不都没有了吗？只要他们能帮着叫我这东西卖掉，我掏了个几千块钱的服务费，无所谓的事，你说是不是？他们要的都是你这句话，人家挣的就是你这样的钱，所以我建议你啊，把这姻缘的事跟那家人、孩子们好好的商量一下。商量啥商量啊？我都60多的人了，我吃过的盐酥比你吃面都多。你看看这里块，给我几百万吧，你说吧。大爷，你这底气十足是好事，但是说到姻缘这方面，你吃过的盐再多，你也没我的经验多。就你这4块普通的大头传阳来说啊，39年这属于常见的冤大头，23年传阳和大头级别一样。首先这4块全部都不带斑，好在你这是壁面无伤无戳，贵就贵在它这个包浆是老味道。按现在区分的话，也就是通过状态呗。现在给你按4000块钱一大关呗。4000？对。你咋好意思说出口来呗？人家给我200万呐，你只给我了4000，你这有钱牙疼，知道不？大爷，你先消消气儿。你这些姻缘能值多少钱，并不是说1、2个人说了算的，完全是看他的状态和斑。你这下边这2块就带斑了，9年的精发啊，这个斑是9年里边最精致的年份。究竟啊，都是看他这个发丝谈价钱的，很可惜你这发丝一般般。另外一块，这是甘肃斑大头。它这个原相比较粗犷，细看啊也是一个好斑3眼皮，但是2块比这另外4块价格差异不是太大，看他们的状态大概也就是3、4千块钱的样子吧。又一个4000，你到底是啥意思？300万的东西，300万的爷，你咋看呀？不可能8000吧？所以大爷。当我说出来他们真实的价格后啊，连你自己都不相信了。你想想，这也就值7、8千块钱的姻缘，他们给你报到300万，图的到底是啥？图的就是你这种不懂行的人，为了想得到300万的高价，让你老老实实的从兜里边掏个几百、几千的这个鉴定服务费，你千万别上当到起了。划算了吧？把银行赶紧给我，中午啊等到回家吃饭嘞。你赶紧，我都气饱了。你赶紧走，你赶紧走，赶紧走。撵我没关系，我还是为你好，你千万别上当到起了。我上当，我气。这大过年嘞，我也不怕丢人。俺妈拿20块银元来抵1万块钱的账。你说拿我这样欺负自己孩子来嘞？20块银元抵1万块钱的账，那这样算的话，你也不吃啥亏啊。来，我看看啥样的银元。你都不知道，这些银元我看含铜量很大，个个都带铝锈包浆，真假还不知道。首先给你吃个定心丸啊，这虽然说个别的锈大了点，但是真假没问题。锈大一点，只能说明他们受潮了。我朋友看了，他说正常的银元锈不会有那么大，他说这些都是私人做出来的，含银量比较低。哎呀，如果真是石柱的话，那就值大价钱了。石柱啊，比这种天津斑的这个少很多，因为这个银元的含银量是9银1铜。之所以你这些锈那么大，完全是因为受潮引起的。我们称之为这种银元为罐装铝锈。你看，听这声音，真假完全没问题。
就算含银量没有问题，这也不够抵1万块钱的账。因为我朋友一个就给我200块钱。那给200肯定不能卖给他呀。说句不好听嘞，你这些银元就是按银价卖破烂，他也得100-200了。更何况你看这有些品相又那么好嘞。我给你说明吧，我弟弟5年前借我这1万块钱啊，也不讲还的事儿，这20块银元是我妈拿出来给俺弟抵账的。那1万块钱其实并不多，5年了不还啊，只能说明恁弟没钱。恁妈拿出来这20块银元，也算是替你爹把这个欠账给堵上了，只不过你不懂他们的价值罢了，白疑神疑鬼了。不是我怀疑，你知道吧？我心里有一口气过不去呀。你要我弟欠我的钱，为啥让俺妈来替他还嘞？正所谓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恁妈替恁弟还账，属于大爱之举，正好解了你这个燃眉之急。这是站在道义上来说，这从价值上来说，这20块银元抵1万块钱的账，这本来都是稳赚不赔。这好事，这是一举两得。这不是一举两得的事儿，我真没看出来。本来这是要给我弟弟分的。这变成俺妈给俺弟去还债了。你说这算啥事儿？对你来说，绝对是好事。我也来给你估一下他们的这个价值。你这20块里边啊，分了是2个币种，袁大头和孙小头。最便宜的就是这种，孙小头。刚才简单的给你看了一下，全部都不带斑。好在这个笔面啊无伤无戳，虽然说带点包浆，你要是想洗掉的话，可以用那个专业的洗笔水把它们洗干净，一块给你按600来算，完全没问题。700一个的话，5个才3000块钱。对，很明显你这价格估的可以呀，最起码比我朋友给的高呀。那玩银元其实讲究一个术业有专攻，因为它这个行情价多少它有变动，肯定比个人对吧专业点儿。剩下来这15块袁大头，基本上这都是常见的年份了。用我们专业的眼光来看啊，这带点锈其实无所谓，因为这种铝锈啊，你要是想洗，完全可以洗掉；不想洗，这都是一眼大开门的状态，这多好啊！其他专业的话我也不多说了。我看这笔面只要是无伤无戳，基本上都是1000左右的市场价，15块那就1万多了，抵你1万的账，这不是挺轻松的吗？刚开始我也不知道，我想着还不值钱呢，总感觉俺妈这个事做的非常不对，但是为人父母啊，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们都和和美美的。你作为姐姐啊，你应该体谅一下父母。我感觉恁妈这些银元一拿出来啊，相当于是恁弟欠你的账给平了吧？另外你赚了，相当于是分给你的另一半，这岂不是一举两得、一举三得嘞？本来是一个大好事。你再不识抬举啊，你就着问题不放，那只能说是你不对了。老板，你说的对，经过你这一开导，我这怨言也没有了，烟消云散了。烟消云散就对了，反正你也不吃亏，给亲情大于物质，我是不是？对，亲情是无价的，钱多钱少那都不算啥，都不算事，是不是？要是这个事情的问题，而不是我钱的问题。对，说的太对了。谢谢你，老板，我知道了。没事。老板，我这有20块老银元，你帮我看看是不是100-200一个，还是真的不那么值钱？你这都是常见的袁大头银元，再不值钱也不至于100-200一个吧？这数量没有20块啊，我看也就10来多个。对，现在没有20个了，只剩下12个了。前几天我结婚，那8个给伴娘当伴手礼了。送银元当伴手礼，那确实好横。不过还好，我看你这都是袁大头的普通年份，笔面这是无伤无戳。用这个银元当伴手礼够排场，估计你这些伴娘应该都没见过银元，他们应该是非常开心。他们确实很开心。关键性的问题，现在是俺家人不开心了，说我封了伴手礼超规格了。那说实话，我感觉用银元当伴手礼，确实也是超规格了。你像我们这里边伴娘的伴手礼啊，基本上都是花生、喜糖、饼干、干果的小包装，外加一个50、100的这个红包，大多数都是这样的。我知道，主要是俺婆家人，他前天送我银元的时候，他没有告诉我银元的价钱，我就随手一个人送给他们了。那你确实够唐突了。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，那无非现在也就2种解决方式。第一种就是无所谓，送就送了，反正给你来当伴娘了呀，也没有外人。另外一种啊，就是用红包代替给他们换回来。这个可能需要你低头赔个笑脸。这2种方式我也是想到了，就是不知道他们的价钱，所以来估估价，衡量一下利弊再做决定。对，
你这想的确实很周全，在决定没下来之前啊，先估估价是对的。我看你这12块都是清一色的冤大头，冤大头啊，总共发行了3、8、9、10 4个年份，最贵的当属8年，因为民国8年那一年发行量不多，8年的价格一块顶普通年块的3块左右，正好你这里边也没有。要么贵一点的就是那种带板带那种圆光的，你这里边也没有。好在你这些壁面无伤无戳，保护的都挺干净，一块市场价在1100左右吧。那如果冤大头是1100，如果不是冤大头嘞，我好像送他们的都是带龙带凤的呀。带凤倒是不至于，因为这么大个的银元都流通过了，压根儿没有带凤的。带龙的银元那都是比冤大头贵多了。你常见的这些冤大头啊，都是民国时期发行的，带龙呢基本上都是晚清时期的流通货币。具体什么币种啊，还得区分细看。就这么给你估吧，壁面凡是无伤无戳，如果他们能像你这些冤大头这么清爽的话啊，这个北洋3000左右，大清小万把，赵中带上万，像各种生龙啊，一块能顶3块左右这个冤大头，这基本上都是给你按这个保守价估嘞。那你这保守估计的意思，那8块价钱不是超过1万了吗？对，这银元不都是110块钱一个吗？那110块钱一个银元的话，那都是好多年前的事了。我刚才给你估的大概都是8、9不离10嘞，因为银元过去它固定发行了，它就那么多，现在需求量又比较大。再说句不好听的啊，你现在就是随便拿一块这个银元，你就是当破烂，按银价去卖，也能卖个100-200啊。更何况对吧，品相好嘞，像那些存世量少嘞，那价格说实话它就高了。关键是我前几年不懂，我要是懂的话，我肯定不会送出去了。那是，说实话，现在懂银元的这个人啊，确实是不多。你这个事情其实也非常好办，实在不行的话，你给那个伴娘，你那几个好姐妹打个电话，或者坐一块约个饭，给他们好好的解释一下。毕竟啊，你这也是才刚刚结婚，这个银元也是恁婆家人送给你的这个礼物。你不能因为这个事儿惹了恁婆家人不开心，至于该怎么办，你权衡一下利弊，你考虑考虑。你说的对，我都厚着脸皮有红包给他们换回来吧。对。好，谢谢了。没事。真没想到娶个媳妇回来一肚子气啊！这大过年的让我气得手抖。1万块钱的彩礼就换过来杀破银元。你这下1万块钱的彩礼，说实话是真不多，带过来3块银元啊，你这未必就吃亏啊！来，我看看你啥样的银元。你不知道这里边的内幕，你先让我看看，看看真是真假啊。这如果银元是假的，我必须得回去跟俺媳妇离婚。你这动不动就闹离婚，你这种态度非常恶劣啊！这3块银元，这都是龙样，看这壁面都没问题，这都是一眼开门的状态啊！你都跟我说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就行了啊！我这出1万块钱的彩礼，他换回来，如果是假的，我必须得讨个说法。你讨说法，你先别激动。一眼开门的意思就是银元真假完全没问题。你这3块龙阳还都是龙阳3000克嘞，看你这上面贴的，都已经评级如何了，无伤无戳，这都是好状态。1万块钱换过来，你这是赚大便宜啊！你别说我赚便宜还是吃亏，我拿我奶奶的看，他到经济局说这银元，这啥银元都是说是假嘞。哦，刚才不是说真假没问题吗？这都是一眼开门的褒奖，恁奶他看不懂，只能说明啊他是外行。就算他们是外行的情况下，当时我跟俺媳妇儿，想拿1万块钱彩礼的时候，他娘家人答应给我说再往上面添一点嘞，往上添一点就对了。你这毕竟是龙阳3000克，赵中大清北洋，你放平时1万块钱你也买不来啊。说实话，你给那媳妇下来那1万块钱的彩礼，这就说明一切啊。那媳妇的娘家人绝对是通情达理的人。我闻着你是想喝酒了，你别闹腾情绪了。是嘞，我今个也就喝了小半斤而已，你不知道这大过年的哥啊。因为这杀银元我憋一肚子气，那100克银子你说能值几个钱嘞？看来你是真不懂银元啊！银元可不是按克来定价值的呀，你按克那就真不值钱了。3块最多也就80克的银子呗，
但是可以肯定的告诉你啊，你就是掏10倍、30倍的银子价钱，你也买不来这3块银元。你别问我哥啊，30倍银子的价钱，但比黄金还得值钱的吧？和黄金比不了价，因为银元啊都是看品相状态来定价的。像你这里边最便宜的这个33年的双卷北洋龙，因为外边你这贴了有标签啊，我也看不到里边的分质。就你这个，你看一下它这个龙鳞，算是最好的了。因为33年的北洋龙鳞啊，状态都很差劲，而你这个壁面算是传世原味的状态，非常清爽，没有任何的毛病。不带分也带个小万把，带分这一块这都是1-2万的东西了。我胡扯的吧？这最便宜的银元，这不是在1-2万块钱吗？哥？对呀。那不是拿我开玩笑的吧？我干嘛要给你开玩笑嘞？因为这个龙阳状态好的比较少。再说你另外一个赵中大青，你这个大青比较特别，你看上面带了过去的老墨印，而且这壁面还带光，标准的一块味道壁，带光又带包浆，这种银元非常难寻。赵中的话，它这个壁面你看就带彩了，泛五彩，指的就是你这壁面的这种味道。一般这种五彩包浆啊比较淡，字口、龙鳞都还不错。虽然说有点流通痕迹，价格说实话也不会便宜了，没有几万啊，你这3块银元说实话你也买不来。照你说的话，该不会是我讲啊媳妇家娘家人了吧？该不会是你给我撒谎想骗我俩了呗？绝对没有对你撒任何谎。因为你这3块龙阳啊，确实是物超所值。说实话，能抽起一套龙阳3000克的人，他也不是一般的工薪阶层。送给恁媳妇儿，拿这个当陪嫁，这绝对是有收藏意义。你把心啊放到肚子里边，留给孩子当个传家宝，以后你急用钱的时候，随时可以拿出来变现换钱。我咋能感觉你搁这忽悠我嘞？来，我走。没忽悠你，我忽悠你，那媳妇也不会忽悠你。好。你看我这有块银元啊，这个是网上专家给我报价200万了，你帮我看看200万卖了亏不亏？你这个是原像飞龙啊，我看竟然还是一个签字版，这如果对的话，200万确实是它的市场正价。只要是卖不亏都行，反正这个银元是我在庄稼地里捡来的，它也没有啥成本。庄稼地里咋可能会有这个嘞？这种银元是典型的军阀币啊，在民国时期，它是以纪念币的形式发行的。你看这壁面上没有任何面质，自古以来并不做流通之用，并且你这个壁面还有包浆，应该在你手里边有一段时间了吧？大概也就是5年前嘛。我们村的收回家他记住嘞，他家的坟头在俺家地里头嘞。我看他往土里埋了不知道一个啥东西。等他走后，我扒出来竟然是一块银元。原来这个原像飞龙是这么来的，那你这也太不地道了吧？人家很明显是回乡祭祖，这银元是送给他祖上的礼物，你这给别人拿出来不太合适啊。他这营养我种着你嘞，而且是一下子营养了这么多年。这银元就算是补偿给我嘞。这种补偿方式难免太牵强了。我们都知道农村地里啊，如果带坟头的话，确实是影响这个庄稼的收成。坟头小一点无所谓，坟头大一点的话，谁家都不喜欢。但是像你说的真币啊，如果值200万的话，这难免补偿的代价太高了点。你说农村1亩地，这也挣不了多少钱。挣钱不挣钱都是次要的，关键是营养不好。反正他家也有钱。在外地开厂嘞，身价都上亿了。无论人家身价多少，这都是别人凭本事挣的。说到底啊，你这样拿人家的银元就不对了。幸亏啊，你今天拿这个原像飞龙，我看着也不对，不然这大过年了呀，你还真给自己找了一个大麻烦。这能有啥麻烦嘞？这事都过去那么多年了。我有块值钱的银元，他也不能说是他嘞。那我跟你这样说吧，原像飞龙啊，你像普通不带签字版的，那几十万一块，有钱就能买得到，而这种签字版就比较少见了。都知道啊，这个物以稀为贵，原像飞龙，你就像咱们普通人家根本就没有这种签字版啊，全世界范围内它是屈指可数。收藏讲究一个传承有序，并不是说，你说你有就有了。在我手上，它就是我嘞。别人反正已经给200万了这大过年来，你看你能给我多少吧？这个网上专家给你报200万，这都是骗局，他以高价诱惑你，骗取你后续的各种费用。实话实说，裸币的原像飞龙没人敢接盘，主要是它这个真假是一个未知数。另外啊，你们村的这个首富，他既然有那么多钱，但人家也不会傻到把价值200万的银元放到那让你拿走。这3个点啊，
你必须得高兴。你也别给我拐弯抹角了啊！这银元也给你拿过来了，拿来了也给你说清了。哦，你就说看给多少钱嘛？那你这个银元我看着确实是不太舒服。第一，你看它这个外面的包浆并不是一眼开门，也就是我们说的包浆比较浮。第二个，这个压力也不太行。笔面看上去这个银元并未流通，但是细看它这个充电管以及容装上的细节，尤其是它这个胡子，你包括背面飞龙它这个龙鳞，这基本上都是看不清楚了。再看看它这个边齿吧，你看这边齿很厚，边齿也太软，整体划一，材质看上去确实是银的，就是怎么看也不像过去的老货。按现在的银价吧，大概也就是100-200块钱的样子呗。啥意思呀？是100-200万还是100-200？这你得跟我说清楚。是100-200块钱，并不带万。说到底啊，就是你们村的这个首富啊，应该是给他祖上买了这种真银假币，以此来代替真币，对他祖上的一份表示吧。所以网上这家给你报200万啊，你也千万不要当真，别因为这个价值100-200块钱的东西，对吧？你再去带这东西再去找别人，到时候你再损失个几千几百的，对吧？都不值当的了。算了吧，我宁愿相信这世上有鬼，也不相信这张嘴，就当我发财。好吧，那你既然不相信，那你去试试吧。试都试试。好好好。